汉光演习最后一天啊，这个城镇战啊，以前都没有打城镇战哦，以前都是滩岸就给你歼灭了，我们伟大的国军，啪，滩岸就给你打死了。现在上来了，老美叫你城镇战，那么说你根本守不住了，我也没那么快来了，我来不来不一定了，你好好保护你自己，所以被老美逼的，而且呢还怕你做的不到位，派了400个人来看，400个老美来哦，将军还来哈，那我们现在的夜战哦，守住象山隧道、万华板桥、万板大桥，民间的公车也上阵了哦，公车还做阻挡，说呢，如果劳工攻击阻挡你，让你过不来。公车能阻挡多久呢？反正不管，拖你1分钟就是1分钟啊。那另外呢，这个关灯验证不能开灯，关灯黑黑的。阿帕奇直升机夜间热加油挂弹哦，加油，同时挂弹立刻飞。爱国者飞弹撤离阵地，转移阵地哦。那另外呢，这个主要就是城镇战，以前没有打过城镇战，现在是毛起来练城镇战。哦，那就很多的这个军事专家说，重要的部署他没做，你就打什么城镇战呢？你能持久多久呢？所以呢，军事跟情报圈有很多的疑虑。哦，那老美叫你就表演给老美看嘛。啊，那另外呢，汉光40号前最后一天，纵深作战最后阶段，东部外岛跟外岛哦，韧性防空演习。原来觉得东部不重要啦，因为这是沿岸嘛，劳工也上不来嘛，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想法呢，就是劳工一打我们所有西部的战斗机通通飞到东部，存到佳山基地里面，守在洞里面，让你打不到。然后呢，你打累了哦，趁机出来，第2集。那现在都躲在佳山山洞。现在这招慢慢人家觉得好像不太对了。他现在飞弹也可以经过中央山脉打你，他如果这个航空母舰也可以这边打你。就跟以前的情况其实不同的哦，所以呢，现在东部跟外岛也要韧性了，就表示老共也可能登陆了哦。那么另外呢，马祖的居民演练空袭应变哦，表示我们的防卫韧性很坚强。马祖前线啊，那另外呢，台中又停水了，半个月来台中第2次大规模无预警的停水，南部停电，台中停水，所以卢秀燕很生气。卢秀燕说：“你现在不是在表演习啊，国家韧性吗？国家韧性不是只有军事耶，水啊、电啊、网络啊，这都是韧性啊。哦，而且他们是开始第一次演习就讲是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就不是真的军事，就是其他的这些叫灰色地带。哦，所以你台中2次给他大停水，哦，所以他们也很头痛哦。那么另外呢，美国媒体叫做外交家说呢，为什么要表演这个城镇战？就表示呢，QUAD 受限。” QUAD 4国联盟，澳洲、印度、日本、美国，就表示呢不能靠他们了。所以老美就说你要靠你自己打城镇战哦。所以外美的观察就为什么要打城镇战哦？原来是靠你自己吧啊。那另外呢说，因为外国势力介入，所以汉光演习变成为什么？就是外国势力就是美国啦，所以让你的演习本来我们以前对我们演习的一套，现在要你打城镇战，因为外国的势力介入。我们看一下。成功爆破汉光41号演习实兵演练进入第9天，第2作战区所属的工兵部队17号实施要点破坏演练，在花莲国福大桥模拟战略要道破坏作业，阻碍敌军推进。出动装甲车，国军构筑火网。第1作战区所属澎湖防卫指挥部机步营，则是模拟敌军从海滩登陆后，企图沿交通要道攻略。甲车则适时给予机枪和榴弹枪的火力支援，同时还考验着官兵如何自救互助。1、2、3。台上担架送往医院，为了强化战场医疗应变能力，陆军3支部演练战斗时产生大量伤患的突发状况，同时导入多项新装备，其中野战型救护车除了一次运输大量伤患的高效率外，也要确保战术机动力。火力超前部署，第4作战区步兵137旅教招部队在操演中动作熟练确实，同时还结合地形地物，使用纽泽西护栏等护体，强化防御能力，可有效延迟敌军行动。冲水除污，第5作战区化学兵侦消部队运用 MDS-106轻型消毒器等装备建立除污站，模拟人员万一遭遇化学战剂攻击，也能迅速恢复有效战力。汉光演习实兵演练上紧发条，成功展现我国军实力。徐副。
我以前是跑军事还有跑市政新闻，所以每次汉光演习、军民演练的时候，这个都是我们会去参加的嘛。我记得才10几年前，大概是马英九时代，那时候就是歼敌于滩头，决战境外嘛，就是不要让他们登陆。到现在已经转变到城镇战来讲，我觉得这次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的确军方花了很多的力气，真的要去做城镇战，当然也看到什么有战车，或是有什么军事设备撞到民宅或者撞到车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我觉得不会去苛责。但是要真的讲说城镇战，你要全民国防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是有难度的。我讲一个10几年前那时候，其实在军方他就有一个想定的剧本，他说每次我们都是做那个什么下午的那个人车管制啊，但是真正战争来的时候，他管你是下午还是晚上。他们有一次想定的剧本是在晚上要停电1小时，选在哪里？选在台北市。但是这个事情茲事体大，其实我相信，包括市政体系，包括军方体系，压力也很大。结果这个讯息到最后是，我从一个管道获得到独家之后，他们其实有意要借着媒体放出来之后，隔天联合报也是登头版，这个讯息就砍咖了，因为民怨会反弹。所以我现在回头来讲这件事情，要全民真的要做到国防的意识这件事情，不是说军方我要演给美国看，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民众其实还是意识到说汉光我们就是在那时候人车1小时不要走动，甚至这次还出现一个新闻说，在高架桥上有2个女生还在那个净空的桥上自拍。其实对国民的意识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宣传得到很好。那但是对民情来讲，是不是现在战争这么的危险？我觉得很多人也不这样子认为。但是这个好像就变成一个样板，是每天告诉你说这个抗中保台要有多危险多危险。那实际上我觉得对民众的国防教育并没有那么的扎实。汉鼎，我听到军人朋友跟我说，越演习越无助，越心酸。这其实是把军人当白痴，然后儿戏一般的演习，倒不是什么坦克出车祸这种玩笑。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那确实是要多训练，这都是好事。而是所谓的防卫太可笑。你看坦克、路障、步枪、铁丝网、消波块，铁丝网跟消波块可能都拦不住太阳花闯立法院，他怎么去防解放军呢？而且最关键的2大问题。第一，面对无人机的空袭，而且成千上万架，到底该怎么防？国防部也不知道，军人也不知道。军人一边在演习，一边自己也会问：我们现在做这个有用吗？无人机从上面打下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总不能说到屋顶丢石头吧？而且呢，因为赖清德说屋顶要自己爬。那第二个就是民众根本就没有训练大规模的撤离，所以怎么样来打巷战？那总得训练民众必须要离开城市，军队才能入驻，才能打城镇战啊。但是现在别说撤离，民众要怎么跑到离自己居家最近的防空避难室？都不知道而且这防空避难室到底能不能够防导弹呢？当然是不能防导弹的。而且现在很多都只是私人的停车场，到时候他会愿意开放吗？他怎么管理？那我们到了那边又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目前为止，国防部的东西完全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的认为大陆如果真的在登陆之前，我们还有剩余的力量，我们还有所谓的我们还有这一切的有生力量可以来做反击，一厢情愿的认为大陆的空军已经完全丧失优势，它没有无人机，它没有任何先进的攻击，一厢情愿的认为我们民众都会自主自发的乖乖的去躲避起来，一厢情愿的认为我们的超商便利机构还能够成为所谓的战时据点，还有人上班，现在还在练习这个什么宪兵要去搭捷运然后怎么样，到时候捷运真的还能够使用吗？真的还会有电有网络吗？哪怕真的有超商的据点可以拿这个米饭给你，那难道我们还有电能够把生米煮成熟饭吗？所以这不是在唱衰，这是对国防部的灵魂拷问。就到底国防部有没有认真把这些东西来做演习呢？当然没有，因为民进党也不打算这么做。总之就是演一场戏，反正美国要来打分数，美国人就看这些你大概演的可以了。那美国为什么要来看呢？就是美国未来没有要来了嘛，就反正能教你们的都已经教你们了，未来就自求多福吧。王定宇还在脸书上 po， 我们假定会有美军的运输舰要来，运输舰为啥要来？要来撤侨啊，怎么会是帮台湾打仗呢？而且他竟然还可以一厢情愿，又在幻想美国可能是运输舰要来载这个军火物资来到台湾。他难道假想大陆不会攻击吗？
这到底是活在什么样的平行时空呢？那民进党没有要大规模演习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因为知道一旦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老百姓就会知道票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从此不再投给民进党。所以民进党他就必须在2个状况之下做选择。第一个就是认真演习，然后呢自己垮台，因为大家就知道投给民进党，完蛋，台湾上战场。第二呢，就是搞假演习但是呢，这是如果真的发生危险，那台湾人就得真正的上战场。所以民进党根本就不把台湾人的命当成命。就是说，他办这个汉光4号演习，而且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哈，光后备军人就增了22000人。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时候办汉光演习，就是为了替大罢免来加温，让你们知道说汉光好可怕。台湾你看这个国民党这些立委都是受习近平指使的，到时候里应外合，台湾完了。但实际上，我认为他适得其反。台湾老百姓真的觉得哇，真的真的会打怎么会这样呢？马英九时候没有这样啊，怎么到了什么这个赖清德时候变这样呢？两位为什么这么紧张呢？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不见得像民进党想的那样，他一定会得到好处，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在想400个美国人教你打城镇战，美国人打过城镇战吗？美国建国将近300年，美国打过仗吗？没有啊，最多夏威夷被那个轰炸一下而已，那不是城镇战呢。都是他打别人呐，别人要他懂什么城镇战呢？老美那些顾问哪个告诉你城镇战跟怎么守？我这不知道，他也没有经验打城镇战呢，他怎么教你呢？演习是要有经验，实战经验，美国是有实战经验，但基本上都是打人家、斩首轰炸人进攻人他有这个经验，他没有城镇战的经验他打什么城镇战需要再回来。因为昨天万安演习在台北了所以呢，这个昨天1点半到2点就手机开始震动等等所以呢，这个赖清德也到台北来嘛那蒋万安就准备了一些讲法就是说呢，这个台湾最重要是要团结嘛，一家人枪口不会对内嘛，就你赖清德你搞什么鬼，搞大罢免的，你就是枪口对内嘛，还讲什么团结？那赖清德听说，我看媒体报道，赖清德脸色很难看，就是说呢，团结就是反共、反偏袒、护主权。然后呢，赖清德让我最生气的话就是说，台湾有2派，一个叫中华民国派，一个叫做台湾派，台派，中华民国派就应该反共，台派保护台湾。你讲什么鬼话？打起仗来，中华民国派不保护台湾只靠台独派保护台湾打起仗来，大家都要保护台湾我们当然希望和平，不希望打仗。但是老共如果真的莫名其妙、无道理打的时候，你台湾必须要团结一致对外嘛。你在这边就已经开始分了，什么叫中华民国派，什么台派？我告诉你，都是中华民国派，什么台派，都是中华民国派。那你要怎么分？你是谁？你是中华民国派，对不对？好，你反对台独，对不对？好，你反共。我台湾派，我保护台湾，负责台湾，我保护。你合起来都很难对抗呢，你还要把它分成2半，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来，老沈，主持人，我听到你这一番分析请说。我对你有一点失望。失望什么？我觉得赖清德很差，你比他高明不了多少。高明多了。不，你听我讲，你说。昨天好不容易蒋万安跟这个总统并排嘛，那这个蒋万安讲得很好就是说你不要枪口指着自己人那这个赖清德的回答就是2反1护。就是要反共，第2个叫反并吞，然后第3个叫护主权，这个已经脑筋都乱掉了。没想到你还把这个3个要拆成一个中华民国派，一个台派。他拆的，怎么我拆的呢？不，你说中华民国派负责这个，台派负责这个，乱七八糟。他讲什么是我讲的？你不同意，你就不要接着讲不同意才就讲你不同意，我有什么接着讲呢？不，你听我讲。赖清德讲那3个东西，其实只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你想，反共是废话。我们今天如果是古巴大概是全世界最反共典型的最共产党典型的国家。如果古巴要跟我们建交，你觉得我们要不要？当然要当然要。那如果老共今天放弃共产主义，但是坚持要统一台湾，我们反不反？当然反所以跟共产党无关。所以我们台湾常常有人讲说，哎呀，就是反的是共产党，不是反中华民族，不是反中。废话，我跟你讲，共产党跟中国是一划等号的。
我跟你讲，国民党就是为了种种原因，因为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乃金是同意我一点啦，就是说国民党为什么这么犹豫，为什么这么不愿意把反统或拒统也好啊，什么都好啊，都可以讲。就是说你现在不愿意统，你只要讲，我们现在你要台湾认祖归宗，因为当年是被日本压迫，把你这个小孩不要养了啊，那现在祖国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那希望你要返祖归宗，这个是可以谅解的。我不像那个台独派说我们是两岸互不隶属，你讲这种屁话，讲这种鬼话，当然不是这样。民进党到今天为止，包括马上要到来的大罢免，就是要注这一点。你不敢讲反统啊，你就是红的啊，你是红的，你就是卖台，我觉得好可怜。我问你，老沈，不是好，我讲的逻辑有什么不对？我问你哈，马英九的时候不统不独不武是不赞成统一，你还要我辩论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不同意嘛？那这个今天的节目要变成3个小时、啊。不是我问你嘛，他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统什么意思？那我一个一个分析给你听。你赶快就讲不统，什么是说文解字就好了。我跟你讲，不统哈，不归我们讲，不统是讲给对方听的。我不要统嘛，什么叫他不要不独哈？我不要跟你结婚，什么事讲给你听？我现在我跟你讲，马英九这个就是9·2共识，讲到今天还在讲。话语权都被人家抢掉了。我跟你讲啊，老赵，我跟你讲，我花了很多生命、时间、精力替你辩护呢。说你不统，你知道吗？但是你现在讲这个，没有，我也没有赞成统一，我有赞成。你听我赞成过统一吗？不统不独跟9·2共识有什么关系？这2回事情嘛。来，好吧，听国民党人讲。我给我一点点时间哈，我反对这个大佬的论述哈，是因为他其实前面说。他说赖清德讲的这个三反呢，就是终结到是反统，错，不是的。赖清德今天他其实纯粹就是选举操作，中华民国派反共，然后现在所有的蓝军这些人通通不反共，所以他在这次的大罢免里面呢，要把你们这些蓝的这些中共同路人在地协力者，就打成是不反共派，所以呢，通通要大罢免。他才没有到那个什么反统的层次呢，反共是一个笑话了。所以不管嘛，他是这样讲的嘛。他的论述是这样，所以说赵先讲的是没错的，他就是在切割中华民国派反共，因为你们这些人都不反共，所以把你罢掉。然后呢，台派呢护台，所以我才是最号召团结的，所以这就这么简单而已啊。不是不反共，是不敢反统，没有不敢，是不敢反统，没有不敢讲不出口。没有。那我讲赖清德到今天为止的原因是什么？赖清德到今天为止的论述没有到那个反统的层次。国民党就是有在搞斗争，国民党就是有国统纲领不统一，民进党就是有台独党纲不台独，这是2党的根结问题嘛。不在这次的大罢免操作的层次里面。对，事实上赖清德所有的操作，他就是在搞斗争嘛。所以蒋万安讲的非常好啊，你不要枪口对内啊。我觉得蒋万安这句话真的讲得太好了，而且是当着赖清德的面哦，直接改 saving 哦，你就是搞大恶霸、大罢免，你一个总统你自己还在搞内斗，在斗争在野党，你还喊什么团结？你的团结通通都是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赖清德作为一国之尊哦，你的所作所为，你不要嘴巴讲的跟你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蒋万安这样子去指出他的现在的这个失误之后呢，他也不甘示弱，脸很臭，然后马上就说我们的团结呢就是要反并吞什么什么的。真正的，其实中华民国的总统。所有的民众希望我们总统做的事情，就是你帮我们拼经济，你帮我们求和平，你让我们老百姓生活安定。老百姓没有要你搞汉光演习，从5天变成10天，觉得你很伟大，并没有。我们希望的是两岸之间可以稳定下来。我觉得谈统一这个都太遥远了。两岸现在其实就是维持现状，所谓的维持现状，我们可以好好的互相往来，在经济上我们可以追求最大的彼此的利益，但是在政治体上面，我们就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嘛。共产体制我们就不认同，我们才是中华民国啊，就两边的政治体制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但作为一个总统，你不要一心只想搞
斗争跟政治。你现在把老百姓的生活安顿好，这才是你的责任。但是我觉得赖清德真的是生性非常的好斗，就是去跟灾民也跟灾民斗，跟灾民争。灾民跟你说我的手机不通，他又说郭文的通，真的很好笑哎！你是不知道我们国内的这个手机电信公司不一样吗？居民有难，他的屋顶都被吹翻了。你说你自己爬上去，结果现在爬上去，有人真的爬上去掉下来，摔死了，这是悲剧啊！对啊。这个赖清德总统他推的这个团结10讲呢，但是昨天我看到的反而是蒋万安的团结首讲，是真真正正的团结。我发现蒋万安有3大重点哈，第一个重点就是他当面面见赖清德，而且很清楚的讲说团结是一致对外，不分朝野，而且不是嘴巴讲讲，而是要行动。那第二个重点呢，因为现场有非常多的一些外宾，包含 AIT， 包含欧盟，包含法国，他们都有代表来参加。蒋万安以英文来向国际展现这个所谓的城镇韧性，而且引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应该是同岛一命，与大家一起共存亡。那第3个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案件说这个共谍案，他要求应该要纳入更多的反情报、谍报的问题，要做好资讯安全等等的。那也宣示就是所谓的守土有责，寸土不让。我倒发现我们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反而比赖清德还像是总统，因为从蒋万安的谈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他讲说台北站得稳，台湾就屹立不摇。你反观赖清德他的表情、他的反应，他一脸铁青，这就代表说，现在平常没有人在像这样跟他讲话呀。蒋万安讲的很多话，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是常识，团结一致对外，不是嘴巴讲讲，是行动，大家都觉得是常识，是台湾一路走来团结、包容、多元的这个很重要的特质。但是这个不是赖清德他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才会一脸铁青，代表说赖清德后面的致辞也完全反映说，这个什么反共、台派、华派，什么反共等等，他就完全落入了蒋万安市长的劝诫。好吧，我们看昨天他们怎么对话。台北市2025城镇韧性演习，市长蒋万安全程督导，总统赖清德下午也到中山国小市道。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战备的手术室，视察战时急救站和灾民收容救济站开设演练。今年演习重点也包含中华电信新园区演练战时关键基础设施抢救以及大伤救援。蒋万安视导之后，特别举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说的话，明显就是对着总统讲。团结来自于我们都是一家人，枪口绝对不对内，共同的信念。团结是一致对外，不分朝野，台湾优先，苍生为念。团结不是用讲的，而是要行动。我相信理性务实的决策者绝对不会把台湾变成热点。团结要有共同的信念，还要有具体的行动。所谓共同的信念，就是反共、反并吞、护主权、维护民主，让中华民国派反共，让台派守护台湾，反共护台，成为守护台湾必要、真实、具体的行动。团结2个字是最大公约，但两人明显不同意见，也让防卫演练多了些政治意味。赖清德讲反共，我们来帮他上一个历史回顾。2014年，赖清德跟上海市长杨雄座谈，欢迎要把台南的虱目鱼卖到上海。你的反共在哪里？你怎么没有当场把上海市长打一顿，或者是痛批啊，跟他教训说你身为共产党太可恶啦？反共都是反假的嘛。民进党一大堆人都跟大陆交流做生意，被冠上中国台湾的名义，也要去做生意，这不就是民进党吗？哪有所谓的反共？翻开国民党的党章里面，反共反的是共产主义。当初小蒋反的是大陆因为共产主义所以贫穷落后，反的是文化大革命，反的是搞专制跟独裁。所以如果民进党在台湾也搞共产主义了，消灭私有制，搞什么人民公社，搞文化大革命，搞专制独裁，那我们当然是要反对民进党。所以
民进党目前为止才是实际上在类似于专制的统治，然后呢，在分化台湾的内部，在制造台湾社会的撕裂。所谓的汉光演习，最后呢，赖清德出来告诉大家什么？还不就是言下之意，大家要团结，团结在谁？团结在他赖清德的身下嘛。那请问一下，按照中华民国派的立场，我是中华民国，你是台湾国，我有什么好跟你团结的呢？你台湾国就是推翻中华民国啊！所以我是汉，你是贼，我是官，你是匪，有什么好跟你谈团结的？站在民众党、国民党跟新党的立场，都被民进党无情的政治追杀跟迫害，所以有什么好跟你谈团结的呢？今天赵大哥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如果大陆是莫名其妙的打过来啊，假如说马英九执政时期，或者韩国瑜有幸执政，或者当初是侯康沛执政支持9·2共识，大陆打过来，哦，这太可恶了，一定要反对。但是现在赖清德执政，如果赖清德搞台独，抓侯汉宁上战场，不好意思，我不去哦，我绝对不去的，我一定拒绝效忠，拒绝为台独效忠，我不同意为台独效忠。那你都骂我是中共同路人了，我干嘛还要去帮你打中共呢？所以赖清德说啊要反并吞，那请问支持赖清德的并购说可不可以？并购跟并吞有一样吗？好像不一样嘛。那我支持赖清德的并购说，这样有没有符合反并吞、反侵略的一个主轴呢？主旋律也是有啊。在现况底下，大佬谈到这个要拒统，但是因为拒统或反统，其实我们要看现实性，不然呢就只是一种口号嘛。第一个，如果说川普跟中国大陆做好了交易，川普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那么我们反统好像用处也不大，而且到时候民进党会不会跟着反统呢？也不知道。第二，如果两岸发生战争了，赖清德最后决定投降，那么小老百姓就算拒绝也没用啊，因为赖清德选择投降嘛。第三，那如果真的要拒统，我们要来看最后就是军事实力的比对。如果军事实力就是不足，而且现阶段的演习都是在玩假的，那民进党的抗中没有办法保台，因为抗中你是要拿出具体的军事实力的，而目前民进党玩不起也玩不了。不，基本上了哈，就我认为了哈，就是赖清德讲这个话，他就是在分化，就替他的大罢免这个添柴火，就是台湾里面呢，你就是中华民国派，而且像乃金你们就是不反共。所以呢，把你们通通罢掉，就这么简单嘛，哪有什么老沈想那么复杂？所以我在强调嘛，很简单，你就问我，我就告诉我就是反共反台独。什么叫反共是假的？就是反共反台独，他的共产制度不适合台湾，台独我也反对，台独是害台湾的，这么简单。而且呢，我认为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就已经讲了我们要统嘛，那这还不叫那怎么样？你要叫他表白，怎么表白？这跟9·2共识有什么关系？9·2共识归9·2共识嘛，不统不独不武，这是另外一个政治的主张嘛。另外一点就是老沈讲国民党不同，国民党谁赞成同意？你告诉我，有谁？他老沈讲说，那你会不会每天讲？我是一个女生，你大学参加过舞会吧？哦，我邀请女生，她不要跟我跳舞，她会怎么讲？我头痛，我今天很累。她会跟你说你很丑，你很难看，我不要跟你跳，不需要嘛？你干嘛呢？对吧？你每天要去捅他干嘛？我不会跟你统一，现在也不可能统一，这怎么统啊？你的制度跟我的制度都不一样嘛。今天你哪个国民党说我要统一的？你告诉我哪个立委国民党你说我要统一的？一个也没有。那你还要他怎样呢？每天跟他说反对统一，我反对你，我反对，需要这样吗？这样你才满意吗？不是很奇怪吗？需要这样回来？你讲那么多，我都不信。